杨氏家庙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来桃园市区造访这里的历史古迹，现在是第3段的行程。刚在大庙口派出所听导览志工介绍，才知道新民街这边有一栋杨氏家庙，所以就过来看一下。不过现在封闭中，正在整修。杨氏家庙的对面，这边有3栋老房子。杨氏家庙的旁边有一栋老房子，这都是历史悠久的老房子了。这是桃园武庙关帝庙，创建于清道光21年。不过已经在民国85年改建。所以现在不是历史古迹。前面是文昌宫，早期也是桃园的孔子庙，后来孔子庙迁往现在的虎头山那边。所以这边就恢复为文昌庙。文昌宫创建于清同治年间。那在日本时代初期，这里曾经作为工学校的校舍，也设有图书馆，算是桃园最早的图书馆。不过后来文昌宫历经多次的修建，甚至重建，所以现在已经不算是历史古迹了。在考试季节是文昌宫最热闹的时候。这里是文昌公园，创建于日本时代初期，算是桃园最早的一座公园。我15年没有造访文昌公园，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明德宫、土地公庙、景福派出所现在迁到这里了。原本是在现在的大庙口派出所那里，景福宫旁边。天德祠、土地公庙。这是桃园西庙。就坐落于昔日桃园古城西门附近。西庙创建于清嘉庆25年，又称佛祖庙、桃园城隍庙。以前只是一座小庙。15年前来的时候，看到它非常的老旧破旧，希望它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照顾。15年后，它被照顾了，不过是完全打掉重建。15年前的风景已不在。旁边这里是元德宫。土地公庙、米仓剧场，这是原桃园郡米谷统治组合的米仓仓库，总共有3栋，2017年被登录为历史建筑。里面有在地农会的产品精选。仓库建于昭和11年，1936年。
第二栋完工于昭和12年。民国46年，粮食局增建第3栋仓库。台湾省粮食局局有仓库，桃园4号。哦，这木门也很有历史了。哦，这个是厚重的铁门。这个形式跟我在台北市八德路、台北1号粮仓看到的建筑蛮类似的。桃园区永兴米仓市民活动中心。米仓剧场艺术灯笼共创计划。旁边这栋就是米仓剧场，不过要有活动的时候才开放。这是目前现存的3栋仓库，历史建筑。台湾在日本时代研发蓬莱米成功之后，成功的打开日本国内市场，所以当时台湾的农民纷纷改种蓬莱米。那台湾的蓬莱米当然具有价格的竞争力，所以当时造成日本农民的不满。所以当时台湾总督府就成立米谷统制组合，建立统制组合仓库，来调节稻米的产销，以避免价格过度波动。以前曾经有人在我的频道留言说，日本人在台湾研发蓬莱米，根本不是为了台湾人，因为台湾人是不吃蓬莱米，是吃再来米，根本是为了日本人的利益。我就回答他说，蓬莱米研发成功，能够打进日本市场，农民纷纷改种蓬莱米，农民都很开心，只有你不开心。台湾本来没有蓬莱米，台湾人当然都吃再来米，后来有了蓬莱米之后，大家都纷纷改吃蓬莱米了，因为蓬莱米更好吃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还是吃蓬莱米。虽然日本人已经走了，我们还是吃蓬莱米。桃园国民小学，原日本时代的桃园公学校，最初创立于明治30年。左前方那里就是桃园77义文町，日本时代的警察宿舍。桃园77义文町，这边有4栋日式宿舍，原为日本时代桃园郡的警察宿舍，是在2012年被登录为历史建筑。现在这4栋日式宿舍都有商家进驻。这里原本有6栋12户，现存4栋8户，所以每一栋是有2户人家，两边各有个玄关入口。其实，在日本寸土寸金的热闹市区，也很难能够保有这样子很完整的一片日式宿舍群。那台湾因为很特殊的历史际遇，当年因为要准备反攻大陆，所以当时军公教的宿舍就尽量利用日本人留下来的宿舍，也不会想要去改建，反正一切要等反攻大陆之后再说。那几十年过去了。
反攻大陆没有成功，但是这些宿舍也保留下来了。等到后来开始要大规模的改建的时候，那时候文化意识抬头，那么呼吁将这些老房子保留下来的声音，就渐渐的得到重视。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仍然保有这么多的日式宿舍，在一些热闹、寸土寸金的市区里面，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政府的资产，而政府当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把它改建成大楼。这是桃动漫，原来是国民党在桃园的民众服务社。这是历史建筑，旧桃园县警察局桃园分局。现在是桃园市新住民文化会馆。桃园县警察局桃园分局，以前还没有机会可以进来。民国在台湾已经有79年的历史了，所以我们未来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民国古迹。啊，民国加油！我回到桃园火车站旁边的停车场了。今天造访桃园市区的古迹，这样环绕一圈，大约走了6公里多，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。由于今天走过的景点比较多，所以我分为3集播出。我会将我今天走过的景点都标示在 Google 地图上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那我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桃园古迹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